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前面几期跟大家简单一起学习了一下比特币是什么，其他的区块链定义，还有比特币和区块链的原理，还有一个是比特币挖矿是什么意思，比特币挖矿到底是怎么挖的，比特币怎么防伪识别私钥跟公钥地址，它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新手入门币圈赚钱的方式大概有哪几种。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一下什么叫以太币以及它的定义，还有它以太坊是什么。我这边还是很喜欢用的一个万能的 AI 工具，就叫 ChatGPT。那我们就直接跟它输入什么是以太币，它这里给我们马上就输出答案了。以太币简称 ETH 是以太坊区块链上的一种加密货币，它是以网络的原生代币，主要用于支付网络上的交易手续费和计算费用。以太币的功能不仅仅限于一种数字货币，它还用于支持智能合约的执行，它还被用于支持智能合约的执行或去中心化应用 DEPS 的开发。以太坊是一个中心化的平台，允许开发者在其上创建、部署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自动执行的合同，条款由代码定义。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性意味着没有中央控制实体，所有的交易、合约执行都是由全球分布的节点网络来维护的。总的来说，以太币在以太坊生态系统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支付工具，还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来构建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它也是跟我们比特币差不多的一个性质，它是基于以太坊的一个区块链上的一种加密数字货币。我们看到这里是不是大伙儿要问了，以太坊的工作和原理，对吧？它这个是去中心化的开发是什么意思？以太坊的工作原理是什么？这是很快在这里插一句啊，没有ChatGPT的小伙伴可以去申请一个账号啊，非常好用的，基本上你问他什么，他马上就给我们输出。我是非常喜欢这个 AI 工具啊，没有的小伙伴连接我会放在左下方啊，没有的小伙伴可以去下载。以太坊的工作原理基于区块链的技术，特别是它的智能合约功能。以下是以太坊主要工作原理和核心的概念。第一是区块链，区块链在比特币强哥也有简单的说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上一期视频。以太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网络，所有的交易记录和数据都储存在链上的区块中，每个区块包含一组交易，这些交易由网络中的节点共同验证和记录。以太币这里也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啊，以太币是以太坊的原生加密货币，主要用于支付和手续的计算费用，这些费用被称为 Gas， 用于极易矿工和节点交易、验证和执行智能合约的。第三个是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以太坊的核心特性，它是自动化的、自我执行的合约，以代码形式存在。智能合约可以在满足预定条件的自动执行条款，消除了对中介的需求。智能合约的代码和状态储存在以太坊区块链上，确保了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第四，还有一个虚拟机啊 ，EVM。以太坊的虚拟机是以太坊的核心计算引擎，它执行所有的智能合约交易。EVM 是一个图灵的完备的虚拟机，意味着它可以执行任何计算任务，只要有足够的资源，也就是说以太币支付的 Gas。 以太坊最初采用的是工作量的证明共识机制，这意味着矿工通过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来验证交易和添加新的区块。以太坊 2.0 引入了权益证明的机制，通过了持有锁定以太币来参加验证，从而减少和耗能，提高网络的可转性。这个跟我们的比特币也差不多一样啊，都是最初采用的都是一个挖矿的机制啊。挖矿在上期强哥也有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是怎么去挖矿的，到底是怎么挖矿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去中心化应用，以太坊允许开发者构建或部署去中心化应用程序 DEPS， 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运行，没有中央控制，所有的数据和逻辑都储存在区块链上，也就是说没有哪一个中央的控制程序啊。
所有的数据和逻辑都是存储在每一个区块之间的。第7个是节点和网络。以太坊的网络由全球分布的节点组成，这些节点维护区块链的副本，并通过共识协议来验证和广播交易。节点可以分为全节点、轻节点和矿工节点，每种节点在网络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啊，以太坊通过区块链、以太币、智能合约、EVM 和共识机制，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用于构建和运行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支持简单的交易，还支持复杂的合约执行和应用开发。那是不是它的一个以太坊的工作原理，一共经过这7个项目完成它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运行？比如说我们在上面看到是吧，之前可能没有，前2期视频可能没讲到一个节点和网络，那我们可以继续让 ChatGPT 给我们说一下节点和网络是什么。那我们马上丢给他 AI 的，是不是超级喜欢这个 ChatGPT？ 马上1秒钟就给我们出来。在以太坊中，那他给我们输出，在以太坊网络中，节点和网络的概念至关重要。那这里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哦。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以太坊生态系统。以下是对节点和网络的详细解释。节点是运行以太坊客户端软件的计算机或设备。节点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区块链的副本，验证交易和区块以及执行智能合约。根据其功能和角色，节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类。第一，全节点。全节点保存整个以太坊区块链的完整数据，包括每一个区块和交易，它们验证所有的交易和区块，确保网络和安全性和一致性。全节点需要较大的储存空间和计算资源，但它们对网络去中心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轻节点，轻节点只下载区块链的一部分数据，像我们讲 BTB 的时候，一个区块链对吧，它有交易信息，而不是完整的区块数据。它们依赖全节点来获取完整的区块和交易信息。轻节点需要较少的存储空间和计算资源，适合资源有限的设备。矿工节点是通过参与工作证明或权益证明等共识的机制来验证交易和添加新的区块。矿工节点是网络的核心，因为它们通过解决复杂的计算问题或持有一定的数量的以太币来保证网络的安全性。好，下面一个是网络。网络指的是由所有节点组成分布式的系统，以太坊网络通过点对点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2P 协议相互连接和通信。以下是网络的几个关键的方面。去中心化。以太坊的网络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中央控制实体，所有的节点平等的参与交易验证和共识过程，这使得网络更加安全和抗审信和抗审查。这个应该大家都一看这个字都能明白它的书面意思啊。第2个是共识机制。共识机制是网络中的节点就区块链状态达成一致的过程。以太坊最初使用的是工作量证明机制，而在以太坊 2.0 中，网络逐步过渡到权益证明机制。这些机制确保了区块链的安全性和数据一致性。第3个是数据传播。当一个节点生成或接收到一个新的交易或区块时，它会将其广播给其他节点，这些节点再验证数据的有效性，并继续将其传播给网络中的其他节点。这种传播机制确保了所有节点都能接收到最新的区块链的状态。第4个是智能合约。网络还支持智能合约的执行和去中心化应用程序队伍式的运行。智能合约在 EVM 中运行，所有节点都可以参加合约的执行和状态更新。这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平台，用于构建和部署各种应用。他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啊，以太坊的节点和网络共同构建了一个全球分布的去中心化平台。节点负责数据存储、验证和传播，而网络是通过共识的机制保证了系统的安全和可靠。以太坊的设计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用于构建去中心化的金融系统、应用程序和其他的服务。是不是通过这2点的描述，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个什么是以太币的。ChatGPT 给我们说出的答案基本上是很全面的一个输出啊。以太币跟我们的特币是一样的啊，都是数字货币。以太坊的工作原理对吧，是怎么工作的？我们还可以问一下它的安全性和风险性怎么样？安全
与风险，它马上也给我们输出了想要的答案。以太坊和其他区块链网络中，安全性和风险性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尽管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透明和不可篡改的方式来处理交易和数据，但它也面临着各种安全的挑战和风险。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安全和风险方面的考虑。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币种，要全方面的都去做到未雨绸缪的，对吧？将其了解了、清楚了，我们后面再慢慢去以学习者的一个态度去玩，不是一来我们就盲目的无大脑的去投资。安全跟风险我们也是对每一个币种是必须学到位的，也是重点关注的一个对象。那它的一个安全性给我们输出一共有4个点啊。第一点是加密签名，以太坊使用公钥加密和数字签名来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用户的私钥用于签署的交易，而公钥则用于验证的签名。只有拥有正确的私钥的人才能创建有效的交易，这确保了交易的安全。去中心化，以太坊去中心化特性使得它没有单一的控制点，因此更难以攻击和操控。所有的节点都保存区块链的副本，使得篡改的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去中心化的这已经保证了它伪造啊、篡改啊一系列的，因为它的一个节点不是单一的，所以很难去控制它、攻击它、去篡改它。第三，智能合约的不可篡改性，一旦部署在以太坊上的智能合约就不可篡改，这种不可篡改性保证了合约的条款和执行逻辑不会被改变，提供了高度的透明度和信任。第4个是共识机制，以太坊的共识机制 Pro 和 POS 通过网络中大多数的节点和参与，确保区块链的安全性。它防止了双发攻击的和其他恶意行为。这里防止了双发攻击，小伙伴们又不知道双发攻击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马上让 GPT 给我们答案。什么是双发攻击？它不但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双发攻击，介绍到了双发攻击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很厉害？而且还给我们输出怎么防范措施，是不是很 nice？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什么是双发攻击？给我们的是双发攻击是指在区块链的网络中试图同时使用同一笔加密货币进行多次支付或攻击行为。这种攻击的目标是让交易受害者相信他们已收到有效的付款，但实际上这些付款后来会被撤销或从未得到网络的确认，从而导致攻击者获得商品或服务而不支付任何的实际费用，跟我们讲的比特币的一个双重支付差不多的啊。那双发攻击的工作原理，在正常情况下，每一笔交易都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上，并由网络中多个节点或进行验证。一旦交易被验证并添加到区块链中，就被认可是不可逆的，因为后续的区块依赖于前面的区块。然而，双发攻击试图利用区块链的网络的延迟和分布式的特性进行以下几种可能的攻击方式。第一是直接双发，攻击者同时发2笔相同的交易数量，一笔给商家用来购买商品或服务，另一笔发送给自己。攻击者希望只有发送给自己的那笔交易最终会被确认，而发送给商家那个交易被拒绝。这就是跟我们说的双重支付，发给商家的就撤回，发给自己的那个就经过确认，被自己确认。第2个是竞赛攻击，攻击者同时向2个不同的节点发送2笔相同的交易，被希望其中一笔交易会比另一笔交易更快的被确认。这种攻击通常发生在商家没有等待足够的区块确认的情况下。第3个是绝对多数的攻击，51%的攻击，也就是大于一半多的攻击。这是最严重的双发攻击方式。如果一个实体或组织控制了网络中超过51%的算力在机制下或质押的在 POS 机制下，他们可以重新组织区块链历史，撤销之间的交易，从而双发。这种攻击还可以使攻击者组织新交易的确认，使网络陷入瘫痪，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啊。大家先了解一下吧。第4个是后端攻击，这种攻击需要矿工事先挖出一个包含特定的交易区块，但不立即发到网络，然后攻击者使用这笔交易购买的商品，在商品交付后立即发布之前未发布的区块，从而实现双发。所以它的安全跟风险都是双重的，无处不在。想要不劳而获的人也是无处不在。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防范措施。第1个是多次确认，也就是说它直接双发的我们要多次确认，商家可以等待多个区块的确认，通常是6个或更多，
以确保交易不可逆，跟比特币一样的哦。也就是说的最长链的区块，在我们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链块到最多几个块，6个或10个以上，它这样更改起来篡改的话就非常困难了。也就是我们的比特币的最长链的一个块的一个防范，也就是大家默认公认的一个原则。第二个，识别攻击行为，通过分析网络活动和交易模式，识别潜在的双发攻击行为。第三个是使用可靠的支付处理服务，使用信誉良好的支付处理服务，它们可以帮助监控和防止双发攻击。第四个是增强网络的安全性，增强网络的算力或质押量，减少攻击，实现51%的攻击可能性。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双发攻击是区块链网络中的一种潜在的威胁，它试图通过网络中双重使用同一笔加密货币来欺骗交易接收者。虽然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或加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仍需要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来防止此类的攻击。当然这个我们只是了解一下，这种它肯定是攻击的是大众交易的哦，像我们这种个别散户啊，零零散散的不存在，应该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攻击。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下它的一个安全和风险哦，理论上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认知就可以了。我们了解了以太币、以太坊的基础知识，那我还想知道什么？还想知道这个以太坊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了解一下啊，以太坊的起源和发展，我们马上命令给他，他就给我们输出想要的答案啊。以太坊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开源批注，兼指提供一个中心化的平台，支持这个我们就不多，那马上就给我们输出答案了啊。这个以太坊上面已经有讲过啊，我们就直接看起源。第一个是概念的提出，给我们的起源有3个点啊。第一点是概念的提出，以太坊最早是由维塔尼克·布特林2013年提出来的，他是一名加拿大程序员和加密货币的研究者，曾为比特币杂志的撰写文章。第二个是白皮书发布，是2013年末至2014年初，维塔尼克·布特林撰写了以太坊的白皮书，详细描述了以太坊的设计理念、技术架构和实现的方法。第三个是众筹，2014年以太坊团队在伦敦举行了一场公开的众筹活动 SO， 通过出售以太币 ETH 简写筹集资金。这场众筹资金活动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加密货币社区和投资者的关注和参与。这是它的一个起源，什么时间提出来的，是由谁提出来的。第二个是白皮书的发布，什么时候什么时间发布的。第三是众筹发展历史，第一个是以太坊 1.0 版发布，2015年7月30号，以太坊的首个主网版本 1.0 正式发布 ，ETH 正式发布，这标志着以太坊网络的线上正式上线和可用性。开发者和用户可以开始使用以太坊平台创建、部署智能合约和分布式应用。第二个，智能合约和 DEPs 的发展，以太坊的主要创新之一是引入智能合约。这些合约允许开发者在区块链上编写代码来执行特定的条款和条件。智能合约出现使得各种的应用程序，包括去中心化金融、DeFi、数字身份、供应链追溯等，都得以在以太坊上实现。第三个是共识机制的演讲，以太坊最初采用了工作量的证明 POW 的共识机制，与比特币类似，通过计算能力来保护网络的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太坊正在逐步过渡到权益证明 POS 的共识机制，以提高网络的效率、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是以太坊 2.0 的提出，以太坊 2.0 是以太坊网络下一代版本，将在通过实施分片 POS 的共识、更高的交易吞吐量等技术升级来解决网络的可扩展性和性能问题。这一升级预计将在多个阶段逐步实施，为未来的以太坊带来重大的改进。第五个是生态系统的扩展和应用场景。以太坊生态迅速的扩展，吸引了大量的开发者、企业的参与，从金融服务到游戏、供应链等管理、社交网络和政府服务，各种基于以太坊应用不断的涌现，推动了区块链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和采用。也就是跟我们昨天说的比特币的
基本的几种玩法啊，它这里以太坊也是有的。你看，从金融服务到跟我们说的链游啊、DeFi啊，在币圈玩的，它的模式都差不多，只是有的版本升级更优胜一筹。他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以太坊作为一种开放、创新和高度可扩展的区块链的平台，自其创作以来，经历了许多技术的演进跟社区发展。它不仅推动了智能合约和分布式应用的发展，还成为全球范围内区块链技术和加密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随着以太坊的2.0逐步实施，预计在其未来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推动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应用扩展。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分享了啊，什么是以太币，还有以太坊的工作原理，对吧？更深层的了解节点和网络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一个它的安全和风险，安全的一些中的一些定义，什么是双发攻击，我们都要注意4点，要怎么防范措施，以太坊的起源和发展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主要就先了解一下以太坊跟以太币的基础知识，我们下一期再讲以太币怎么运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